我是科技企业 CEO， 实验爆炸，川城穷酸书生了。我是农药学学霸，采标本坠崖，川城快饿死的闹民了。大元朝连年大旱，人口锐减，县太爷体恤你们，弄来这批流民女子，年满20未娶妻的，今天必须挑一个带走，谁敢不选，明日索去修城墙。官爷，家里揭不开锅了，哪有两养闲人啊？放肆！八婆娘是让你们生娃的，多个人多份力，挑中带走的，当场发10斤草莓，够你们喝半个月糊糊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挑！官差老爷，我选那个腰最粗的。唐眼儿，出来！这肉结实，是个干活的料。这位大哥，你选我准没错，我一顿吃8碗高粱饭，吃饱了我一个人拉炉，重活累活我全包。一顿造8碗，这大姐是人形干饭机吧？这放现代就是纯赔钱货。吃得多，饿得也快。就现在那年头，大兄弟你自求多福吧。大伙儿听见没？这才是好婆娘。大牛运气真好，抢着这个最能干的，那胳膊比我大腿都粗，剩下的风吹就倒，买回去也是浪费粮食。沈酸如，你也赶紧挑吧，就你这小身板，连个水桶都提不起来，挑个身子骨硬朗的替你下地干活，不然你那地迟早荒废。大牛哥教训的是，小弟这就去挑选。铁憨憨懂个屁！等老子缓过劲儿来，分分钟转爆这个破村子。这位姑娘，渴死老娘了！千万别选我，我可不想去地里当拉磨的驴。演，接着演，这坎坷连点弹音都没有，妥妥的假动作。姑娘，在下沈长渊，若不嫌弃，可愿随我回家。公子瞧着也是读书人，怎看上我这病弱之躯？我饭量少，一天只需半碗稀糊糊，但我干不动重活。公子买我回去，若田里活计做不完，我怕拖累了公子。听懂没？本姑娘干啥啥不行，干饭第1名，识相的赶紧换人。懂了，就是想摸鱼呗，一天半碗饭就能打发，这性价比简直绝了。姑娘不必担忧，在下家境贫寒，却有2亩薄田，但在下乃是读书人，田里活计我会想办法，断不逼迫姑娘下地。姑娘随我回去，只需操持些许家务，我烧火做吃什么，姑娘便吃什么，绝不让姑娘饿死。好一口又大又圆的铁锅炖大饼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还我吃什么你吃什么，行吧？为了活命，先跟着你混，苟住就是胜利。公子不嫌弃，小女柳清河愿随公子回家。柳清河，走吧。沈长渊挑了半天，就挑个病秧子，你那2亩地谁种？交不起秋税，老子照样拿你问罪。差爷放心，柳姑娘老实本分，能缝补洗衣足够了。至于秋税，学生定会按时凑齐。催命呢，等老子搞出赚钱狠活，拿银子砸瞎你的眼。哼，随你的便，别到时候饿死了，还得官府出钱买席子。按手印，带你婆娘和米滚蛋。哼！多谢差爷。沈酸如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大牛哥，何出此言？你看看他，一阵风就能吹倒，挑个干瘪丫头干啥？公在家里当菩萨吗？你家破茅草屋还漏雨，他能修屋顶还是翻地？大牛哥嫂子，古人云娶妻娶贤，我沈长渊虽落魄，也不需女子下地干粗活。柳姑娘内敛沉稳，正合我意。至于日子怎么过，是我沈家自己的事，不劳2位操心。9天交不出税，看差爷怎么收拾你！哼！相公，莫要为我与香菱起争执。大牛哥说的对，我确实无用。若相公觉得吃亏，现在将我送回官差那儿，也还来得及。这书生还挺会装的嘛，老娘低头是快憋不住笑场了。还演？奥斯卡欠你一个小金印儿啊！走路4平8稳，这会儿抖得跟帕金森似的。柳姑娘不必多言，我沈长渊做出的决定，从不更改。既然领了粮，按了手印，你便是我家的人。走吧，回家。大功告成，等回了家，老子就大展拳脚搞钱。小丫头片子，不把你用回本算我输。等安顿好了，看老娘怎么在地里整活。
这破承重墙早晚得塌，把宝贵碳水乱放，连防潮防暑都不懂，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相公，这房子破败，若是下雨无处躲避，这10斤糙米是活命粮，顿顿干饭撑不过几日。娘子有何打算？后山有片林子，我想去山里转转，看能不能挖些野菜跟糙米混着熬粥，能多对付些事。赶紧找借口单独行动，这里的植被有变异迹象，我得去搞点资源再说。言之有理，家里确实需要吃食，你去吧，注意安全，天黑前务必归家。正愁没理由支开你，赶紧走，别耽误老子搞工业革命。相公在家歇歇，我去了。现代社会的知识储备，才是我生存的根本。第一步，搞套简易回流制装置。尊盐和碳酸钾混合物，绝佳的密封材料。这种极端简陋条件下，凑合能达到液化临界点。只要有发酵物，随时能提炼高纯度酒精，既能当烈酒卖出天价，也能用来消毒救命。我的第1桶金来了！累死老娘了，这具身体太缺乏锻炼。不过能找到变异高粱，还有大量根霉菌，赚翻了。聚酯高粱，顶级天然酒曲草，你管这叫野菜？这女人有点东西啊！相公，我们睡觉的木床去哪里了？这败家爷们儿把床拆了，我唯一能回血的木床啊！娘子莫慌，为夫下午打扫，发现床底长满白蚁，木头全朽了，根本没法睡人。为夫擅自做主拆了。白你大爷！那木料切口极其平整，分明是用铁锯硬切的。这是何物？为何插着空心竹子？这特妈不是简易冷情器吗？这穷酸书生还会这个？娘子有所不知，为夫早年借宿破庙，曾翻阅残破古籍，上载一种八卦玉筒。古人云冬日泡脚能疏通经络，延年益寿。反正床也坏了，为夫便照着做了一个。至于这根竹管，是用来排水中薄气的。只要我脸皮够厚，神他妈八卦玉筒，连我自己都快信了。神特么排浊气，洗脚盆需要密封做冷凝管。行，你接着编。相公博学多才，手艺精湛。只是这床劈了，我们今晚睡在何处？总不能睡泥地上吧？打地铺即可，灶台旁铺上干草，这点苦为夫吃的。相公受苦了，都是我没用，只能找到这些野草。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！你敢把冷情器说成洗脚盆，我就敢把顶级高粱说成野草，看谁先憋不住。娘子，你挖的这是何物？相公，山上野菜挖光了，树皮都被扒干净了，我怕相公饿肚子，就在崖边拔了些野草。我想着叠碎了多煮煮，加点盐吧，总能填肚子。野草？这草长得极高，我费了好大劲，摔了好几跤才弄回来。那边还有些臭草，相公若嫌粗糙，我这就去切成细丝熬煮。娘子辛苦了，这草甚好。我这就去拿菜刀熬草根汤。且慢，这草叶子粗糙，颗粒坚硬，直接煮必定划伤肠胃。为夫在那残卷上看到过一个偏方。偏方？去壳捣碎配臭草，放入容器加水沤几日，变化甜水。把发酵乙醇说的清新脱俗，分明借我手做酒曲。老狐狸，野草能变成甜水？这硬邦邦的草怎会变出甜水来？死马当活马医，你去找块石头，将颗粒敲下来，搓掉外壳。我听相公的，我这就去敲颗粒。实验室级粉碎训练，这精确手法，还说你是难民？盯什么盯？没见过脱粒，为了提取碳水才不给你看。他带回来的绝对不是野草，他知道那是高粱和酒焦草。刚才他盯着蒸粮桶的眼神，他根本不信那是玉桶。他身上的秘密绝不比我少，只要他不干涉我，他愿意装无知村妇，我就陪演下去。相公，颗粒敲下来了，甚好，生火。
为夫今晚按古法制作甜水，第一批工业酒精马上投产。第一波催化工厂正式启动，等老娘搞定农业基本盘，看我怎么弄你。相公，这草根子坚硬，放入滚水中煮，要熬到何时才能变软烂？装傻真累，必须高温糊化，破坏淀粉晶体结构，不然教夫君怎么糖化？赶紧加柴啊！莫急，古籍云非烈火不能成，你且加大火力，务必让水花不落，控火节奏停准。知道要持续大火打破气包屉。越看越不像村姑。停火！相公，水烧干了。甚好。去将青石板洗净擦干，把锅里的东西铲出，平铺在石板上。相公，为何不趁热吃填肚子？还要铺在石板上吹冷风，风一吹就凉透了，吃进肚里怕是闹肚子。刚出锅100度，现在半去能把酵母菌全烫死。这穷叔子居然懂贪量降温。古方记载，若要化为甜水，必须吸取天地阴凉之气，太热则古方失效，太冷则变化不成，须等不冷不热之时，方可进行下一步。你且用手摸着，何时感觉不烫手了，便告诉我。不直接触碰，感知表面热辐射，非常专业的测温手法。半区最佳温度30度，一个古代村姑懂得这套，绝不可能是常人。相公，这东西摸着温腾腾，不冷也不热了。好，将草叶均匀撒在上面，用手翻拌均匀。相公，这草味道极其古怪，带着刺鼻的臭味，真要和吃食混在一起。若是坏了整锅吃食，我们可就要饿肚子了。古籍偏方，越古怪越有奇效。你只管拌匀，出了岔子我负责。装，接着装，草发酵产生脂香，你心里门清得很。偷偷加点甘草和防风、杀菌、防酸败，还能提升口感、出酒率。这书生绝对发现不了我夹带私货。稳了。拌匀后装入破水缸，取干稻草盖严缸口，再和黄泥封住四周缝隙，不可透进一丝风去。相公，封好了。甚好，这3日内绝不可开缸。相公，吃食全锁在里面了。那10斤糙米若是干吃，很快就会见底。这3日我们吃什么？每日抓2把熬稀水，饿不坏便行。只要这缸里东西成了，以后顿顿吃干饭，日日有肉香。晚上保温太差，只能靠老娘人工提高地表温度。为了这口酒精，真是操碎了心。相公，这缸里味道好生奇特，臭草味全没了，闻着让人头晕眼花，直打喷嚏。乙醇味道极其明显，发酵完美，高粱转化率极高，时辰到了。天爷呀！相公，这气味怎么像镇上大酒楼的烧酒味？此乃先露雏形，现在水里含有浊气，不可喝，还需最后一步提纯净化。如何做？去将那个八卦浴桶搬出来，抬到土灶旁边，将缸里糊状物连水带渣全部倒进铁锅里，点火，用大火烧。相公，你这是做甚？铁锅罩住，水烧开了如何盛出？这便是提纯之法。热气上升碰顶盖，化为水珠；浊气下沉，清气上升，顺主管流出便是鲜露。找个干净破陶罐，放主管下方接着。阴阳调和。为何在盖子上倒冷水？底下烈火烹煮为阳。这书生竟然连热交换的精髓都懂。顶部冷水镇压为阴，
阴阳相交，水气遇冷应节，顺主管流出。你且看着主管，切不可喧哗惊走仙气。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这胡说八道自己先信了。换水！相公，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，草根子变成水流出来了。纯度绝对超过60度，完美的蒸馏停存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水怎么如此呛人？闻一口像吞了火，这分明是酒，比财主家的陈年老酒还烈100倍。我操，这纯度绝对破60度了，这在古代绝对是烈酒天花板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娘子，这不是一般的酒，古方记载此物名为神仙醉，60以上的原浆酒精，在冷兵器时代就是真正的神仙水。相公，破书上的偏方竟真管用，破木桶加臭草叶，能变出仙家宝贝。不信，我证明给你看。艳色纯蓝无黑烟，这酒情度起码60度以上了。这书生连冷凝设备都能手搓出来，到底什么来头？不行，我得继续装傻。高纯度酒精遇明火燃烧，最直接的纯度测试，燃烧纯蓝且无黑烟，提存极度成功。这其中不仅有我设备的功劳，绝对还有他暗中加的未知中草药抑制了杂醇油。娘子莫怕，这叫纯粹，估计撑不起我。瞎猫碰上死耗子。这第一锅神仙水，我们做成了。有了此物，我们便有本钱换取满屋的金银。定是老天爷看我们夫妻日子苦。相公有了这神仙水，我们是不是不用再喝那清汤寡水的糙米糊糊了？搞钱，干饭！本姑娘要吃肉，要吃高热量碳水。明日一早，我们便将这神仙水推到镇上去，我保证，定能换回大白面和大肥肉。相公，车修好了？修好了，把陶罐抱出来，动作清闲。走，去镇上。当家的，你走慢些，死心脚下。这罐子是全部指望，若是摔碎了，今日就得去要饭了。放心，我手稳得很，你且省点力气。到了镇上，若有人问价，按昨夜说好的行事，不可漏气。相公吩咐的，我全记肚子里了。谁敢少给一个大子儿，我就躺地上撒泼打滚，绝不罢休。去！哪里来的叫花子？要饭去后门蹲着，惊扰了里面的贵客，你们几条命都赔不起！去把你们掌柜叫出来，我有绝世宝贝卖的。你个酸儒好大口气！你等着，若拿不出宝贝，我就打手打断你的腿！莫怕，就是你要卖宝贝，我迎客楼什么穷将没见过？你一个吃不饱的穷酸，莫不是拿一罐泥水消遣老夫？这味道，客官，好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打开，让老夫仔细闻闻。掌柜的，你方才不是说我是消遣你吗？我这绝世的好水，可不卖给不识货的人。老朽有眼无珠，老朽狗眼看人低。客官，这罐子里的水，味道辛辣霸道，醇厚无比，简直是老朽生平仅见。客官开个价，这罐水我迎客楼收了。掌柜的既然识货，那便出个实在价钱。客官，看你这穿着打扮，
定是急需糊口，老夫心善，便出1两银子，买下你这罐水。1两银子，这1两银子足够你们买上几百斤米，吃上大半年了。这老小子搁这跟我闹呢！你这黑心的老财主，1两银子就想买走我们当家的耗尽心血熬出来的神仙水？你当打发叫花子呢？我们不卖了，当家的，我们退走，去别家。这女人配合的简直天衣无缝。哎，别走啊！先生，我们可以商量。2两，我出2两银子。走过路过的老少爷们儿、大姑娘、小媳妇儿，都停下脚步往这儿看。我沈长渊今日在此拍卖一罐神仙醉，此水非同凡响，乃是绝世孤品，全镇只有这一罐，今日价高者得。你一个穷书生能有什么神仙醉？莫不是骗人的把戏？说得好！好霸道的味道，这酒劲冲得我直迷糊。大伙儿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凡间俗水，遇火则灭。我这神仙醉，遇火则燃。神了，水真的烧起来了！这是仙家法术啊！饥饿营销的氛围铺垫到顶点，只需最后一把火，就能彻底地引爆这帮富商的钱包。各位大老爷子，我当家的这罐水不仅能点火，里面还大有讲究。我太爷爷以前是个老药农，临死前教了我一个偏方，说山里有一种叶子宽大、味道极臭的壮骨草，把这草和粮食混在一起，用烈火熬煮7749个时辰，熬出来的水喝一口能从嗓子眼一直热到脚底板。每逢阴雨天，只要喝上一口这水，保管全身暖烘烘的，骨头再也不疼了。若是常年喝，还能舒筋活血，夜里睡觉都不用盖厚被子呢。完美。古代医疗极差，风湿骨痛是老年人的绝症。酒精扩张血管，加速血液循环的物理特性，被他用大白话解释的天衣无缝。加上他暗中添加的那种未知中草药香气，简直无懈可击。我出10两银子，10两银子你也好意思开口？我迎客楼出50两，这罐酒必须留在我的酒楼。放屁！50两算什么东西？我出100两白银。我爹这2天正喊着膝盖疼，这药水我要定了。150两，200两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再高点儿，死的再响些。这帮地主老财的羊毛，本姑娘今天薅定了。我出300两，谁再跟我抢，就是不给我王胖子面子。我的老天爷，300两，折算成大米得是多少的碳水啊！王胖子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出400两，这是我店里下个月全部买菜钱。这酒我勾兑一下，能卖出1000两。穷书生，我出500两，这是我身上全部现银。你若卖给我，以后你家种的菜我王家全包。你要是不卖，老子今天砸了你的车。500两，远超预期。再耗下去会引发抢劫。成交！快给我数清楚！分文不少。王老板，钱货2齐，这罐神仙醉归您了。当家的500两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我们发财了。新手村拿这笔钱搞基建育种棚，绝对够的了。娘子，你方才编排太爷爷的故事说得真好，连我都差点信了水里泡了壮骨草。当家的取笑我了，我哪里懂什么草药，就是瞧见几个老头子揉膝盖，瞎编几句大白话哄他们开心，全靠当家点火的绝活镇住他们。当家这张嘴才是真能把死人说活呢。你我也算配合默契，有了这500两，回去我便大张旗鼓置办家业，看以后村里谁还敢叫我沈酸如。不管你穿越前世何方神圣，既然上了我这条贼船，当家的英明。这极其成熟的现代商业操作，这精准的用户痛点营销，这500两白银只是大渊朝财富积累的第一步。娘子，
下来。当家的，我们不回村了。回村，但不能推着空车回去。我们现在手里有500两，那破茅草屋里什么都没有，连个完整饭碗都找不出来。就这么空手回去，今晚还得喝泥腥味西米汤。调转车头，回镇上买东西。这抠门老板，终于想起来给家里添置物资了。去，哪里来的穷书生？我这里只卖肉，不施舍饭菜，别挡摊子妨碍我做买卖。哎呦，这位爷，您瞧我这张笨嘴，我刚才是瞎了眼，没认出您这位贵客。您要买点什么？我这摊子上的猪肉全是今早刚杀的，新鲜的很。那半扇猪肉我全要了，另外案板上切好的排骨，旁边挂着的2条板油，通通给我包起来。这位爷，您说全要？这半扇猪加上板油，足足有80多斤啊！您这2两银子，加上这2块，足够买下你这些肉了。少废话，赶紧过秤，把肉给我搬到外面的木板车上。得嘞，您稍等。当家的，这可是大肥肉啊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肉。掌柜的，给我装200斤最精细的白面，再装200斤没有沙子的大米，用结实的麻袋装好，搬到我门外的车上。快，去后院仓库扛米面。当家的，这可是细粮啊！这白面蒸成馒头，咬一口都是甜的。我们真买这么多？今日我们有钱，自然要吃最好的。这4套盛装我买了，再去后院给我拿2床最厚的冬日棉被。沈酸儒，你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猪肉的腥味儿，还有这麻袋里面装的是粮食。大家快来看啊！沈酸儒推着1车肉和细粮回来了。王大牛，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把路让开！沈酸叔，老实交代，你家穷的耗子都不来，你哪来的钱买金贵东西？你是不是去镇上偷了，还是去财主家行骗了？你要是犯了王法，趁早把东西交出来，免得连累整个村子。就是，你一个穷书生能弄来半扇猪肉，我看就是偷来的。我们赶紧报官，把这偷子抓起来。睁大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银子，全是真银子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大牛哥，眼馋不？我今日在镇上遇贵人，看中我祖传偏方，当场掏出500两买断。我沈长渊现在有的是钱，买点肉算什么？9牛1毛罢了。我们来在这里一夜找到新计划。各位乡亲父老，我沈长渊今日在此立话，我明日一早便去找村长，村东头几10亩破荒地，我全部买下来。我要建围墙，盖大瓦房，挂牌起名青燕庄园。荒地开垦需要人手，谁愿来我庄园刨地干活，我沈长渊绝不亏待。工钱照结，顿顿管饱，保证每日饭菜必有大肥肉。石家少爷，此话当真？我车上半扇猪肉就是证明。你这个败家子啊！有了几个臭钱，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买那些破荒地干啥用啊？那地里全是石头树根，根本种不出粮食。这呆子太高调了，财不露白不懂吗？这群村民要是红了眼，晚上来抢怎么办？你赶紧把钱收起来，那些钱要全拿回家，挖个坑埋在床底下。你居然还要雇人干活，还要给人吃肉，我们都没吃过饱饭，你疯了吗？你不过日子了？这女人反应真快，
这是在帮我掩饰大规模买荒地的真实意图，正好给我立了个暴发户人设。妇道人家懂得什么？头发长见识短，这叫置办产业。我沈长渊现在是有钱的老爷，买几块地怎么了？你给我闭嘴，老老实实推车回家做饭去。我不活了！怎么嫁了你这么个大手大脚的败家爷们儿？我的银子呀，我的大肥肉啊！沈酸儒，你就是走了狗屎运，骗了贵人的钱。就你这败家法，买那片废地，不出1年，500两全部打水漂，到时候你还得要饭。不劳大牛哥操心。发生何事了？为何在村口喧哗？村长叔，您来的正好。学生今日发了笔横财，打算将村东头50亩荒地全买下，这是买地的银子，请村长叔成全。长渊啊，那片荒地石头多，水源远，根本种不出东西。你真要花银子买那废地？学生心意已决，就在村口将这地契写了吧。败家娘们儿，还不赶紧起来推车回家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那片含变异植物的50亩地，现在是我的了。当家的，那片荒地连在一起，足够建3个大型温室大棚了。你买地的动作真快。你刚才演的也不错，物质极度匮乏的村子，这些粮食和肉绝对会引来觊觎。必须在天黑之前建立起绝对有效的防理系统。只要有人翻墙，脚尖碰到半线，短木失去支撑，50斤大青石瞬间坠落，地上的活结瞬间收紧，直接将入侵者倒吊在半空。这高浓度的氮磷钾混合液能让植物迅速扎根生长。这藤蔓绝不是普通农作物，那些白色绒毛含有强烈的致敏和刺激性生物碱，一旦接触皮肤，会引发极其剧烈的红肿和无法忍受的奇痒。它这是在沿着院墙建立一条极其恶毒的生物化学防线。当家的，你看着我做甚？昨日在山上发现一大片野番薯藤，既然买了荒地，先把这藤种在墙根底下，等结出番薯，我们就有吃不完的粮食了。娘子真是勤俭持家。只是这番薯藤长得颇为奇特，藤蔓上竟还有白色芒毛。你种的时候千万当心，莫要扎了手。当家的放心，我皮粗肉厚，这小毛刺扎不透我的手。野外长大的东西，有些毛刺才不容易被虫子啃，这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呢。看破不说破是吧？我的生物防线，专治各种翻墙不长眼的蠢贼。沈酸儒，你买的肉和细粮放在这破屋也是糟蹋，老子今天就替你拿回去几斤，全当是你孝敬老子的。哎呦哎呦！痒，好痒啊！这草有毒！救命！这草有毒！救命！救我！救我！沈长渊，你给我过来！救命啊！是大牛的声音，好像是从沈酸儒的院子里传出来的。大牛！大牛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大牛，你别吓我！村长，沈长渊用妖术害我，他在这院子里布下了机关，他还在这墙根底下种了毒草，你们看我的手啊！沈长渊，你到底在院子里搞了什么鬼把戏？大牛为何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你今日若是不说清楚，我便立刻派人去镇上报官。村长叔息怒，学生冤枉啊！学生怎会使用什么妖术？村长叔，你也知道，学生今日在镇上买了200斤细白面和200斤大米。我们这破屋子四面漏风，学生担心夜里山上的野老鼠闻到香味，跑
跑来糟蹋了那些金贵的细粮，所以学生用木板和石头做了一个抓野猪和野老鼠的捕鼠器。村长说，学生这捕鼠器防的是山里畜生，谁知道大牛哥半夜3更不睡觉，放着好好的正门不走，非要学那野老鼠翻墙进我家的院子。这木头和绳子又没长眼睛，哪里认得大牛哥的脸？大牛哥自己踩了半线，被捕鼠器吊起摔在地上，这怎么能怪学生用妖术呢？大牛，你半夜翻墙进入长渊的院子，意欲何为？你是不是惦记人家今日买回来的猪肉和细粮？村长，我是进来看个究竟，我没有偷东西。就算那机关是捕鼠的，那这些毒草呢？我一摔进去，全身就痒得不行，分明就是故意种这些草害人。村长叔啊，大牛哥冤枉人啊！你要给我做主啊！我哪里认识什么毒草啊？村长叔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当家的今日乱花钱买了一堆没用的破地，我们家底儿都掏空了。我白日在山上看到一大片长得茂盛的野番薯藤，想着挖回来种在墙根底下，等过几个天结了野番薯，我们就能煮着吃，填饱肚子了。大牛哥，我辛辛苦苦种了一下午的粮食，全被你这一针子砸烂了，你还反咬一口说这是毒草。你见过长在土里的草会害人吗？分明就是那野薯藤上长了些防虫的毛刺，扎了你的皮肉。你赔我的番薯藤！是啊，那紫色藤子看着就像山里的野薯藤。山里野草多半带刺，大牛摔上去肯定扎得慌。大牛半夜翻墙本来就理亏，活该被扎。你们放屁！这根本不是毛刺扎的，这草里有毒！哎呦，痒死我了！王大牛，你身为本村村民，不顾乡邻情谊，半夜翻墙行窃，做贼心虚，踩了人家的捕兽夹，砸了人家的野薯藤，你还有脸在这里大喊大叫？你简直丢尽了我们村的脸面！村长息怒，是大牛猪油蒙了心，他再也不敢了，求村长饶他一次。把他弄回去，用灶糖、草木灰兑井水给他洗干净。以后若再敢惹是生非，我便将他逐出村子。长渊啊，大牛这混账东西让你见笑了。你买回那么多粮食确实惹眼，你这捕鼠剂做得好，以后夜里切记关好门窗。当家的，你这抓野老鼠的木板子力气真够大的，连大牛哥那样壮实的人都能一下被吊上天。当家的读的书多，连鲁班书这等抓老鼠的奇书都能看明白，我真是佩服。哪里，全靠娘子种的这片野番薯藤，他方才摔在硬泥地上。若没有娘子这带刺的藤接住大牛哥，娘子才是真的功不可没。当家的过奖了，只可惜我这番薯藤被压坏了，明日还得去山上重新挖。无妨，明日我陪你一起挖。各位乡亲，从今日起，这片地便是我青燕庄园的产业。你们拿了我的工钱，吃了我的猪肉，便要听我的指挥。现在所有人分成2拨，10个人跟着我去村外河边砍伐树木，剩下的人跟着我娘子留在这地里开荒翻土。沈少爷放心，我们吃饱了肉，浑身都是力气，绝不偷懒儿。砍，全部贴着根部砍断。顺着黑线锯开，锯成3寸厚长木板。2块木板拼起来，用木锤打紧。开榫改凿眼。全都过来，搭把手，这个推进河里。1、2，推！下竹竿。我的老天爷啊！这木头轮子竟然自己转，还能把河水送到天上去，这简直是神仙的法器！大牛哥，休要大惊小怪。我前几日在镇上买书，看到一本残破农书，书上画着这物件叫水车，只要木头拼得严丝合缝，借着水流向前的力气，就能把水推上去。这全是老祖宗的木匠活儿，根本不是什么法器。长渊兄弟，你这木头轮子一转，咱们村以后种地再也不用挑桶打水了。终于到了展现真正技术的时候了。
什么野草籽？这可是老娘筛出来的初代超级种子，颤抖吧，古代低效农业。当家的，你那边的水送过来了。这外壳硬度，这现代实验室杂交作物的色泽，绝对不是古代荒山能长出来的东西。这女人究竟藏了什么高科技手段？娘子，你这撒的是什么种子？我瞧着不像小麦，也不像高粱。当家的，这都是我前2日在后山没人去的山沟沟里捡来的野草籽。娘子想得周到，既然水已引来，你便带着他们继续种。我去镇上走一趟。初步实现约线规模化量产，从手工作坊升级为流水线工厂，化工设备扩容完毕，这提纯效率就是无情的印钞机。大元朝的 GDP 以后由我沈长渊来拉动。沈老爷，您这神仙醉在北边几个大城池里已经卖疯了，那些达官贵人喝了只觉得全身发热，精神100倍，他们挥舞着银票排着队来买。您加紧熬制，过2日我再拉5箱银子来提货。钱掌柜放心，我这庄园的作坊12个时辰不停火，你带足银子来便是。财富的积累速度，完全达到了现代资本扩张的效率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半个月，仅仅半个月，这些野草籽竟然长得比100年老树还要高，上面的果子比碗口还要大。我们村这是被天上的神仙保佑了呀！娘子，你方才在田里修剪那些植物，你随意在山上捡来了野草籽，竟然能在这荒地里长得如此繁茂，半个月便长出那么大的果实。娘子的运气真是好得令人叹为观止啊！这野草长得这般好，以后我们庄园养的猪定能吃得膘肥体壮。你这种的要是普通的野草籽，我直接把这桌子吃了。当家的又在取笑我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哪里懂什么种地的学问？若没有当家的巧夺天工的木匠活，我这野草籽早干死在泥里了。你那水车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，随手一敲就能敲出完美的动力学水利系统。大家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你跟我玩什么聊斋？娘子过谦了，为夫只是死读书，照着残卷瞎拼凑罢了。当家的才是过谦了，我只会瞎种草。将庄园全部包围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！沈长渊、柳清河，接旨！大渊朝北境爆发瘟疫与战乱，常规药食无效。听闻青燕庄园有烈性酒精，可清洗伤口；有神农秘药，可解奇毒。太子有令，征调沈长渊、柳清河即刻入京，筹建大渊朝最高农工署。我操！我不就是搞了个酒精征销套现吗？怎么就成了治瘟疫的战略物资了？还惊动了最高统治阶级！完了！我那下边的壮骨草大健康产品，怎么成解气毒的神农秘药了？